白石山海拔仅680米，但典型的丹霞地貌让它看上去险峻异常。白石山的绝壁缝隙中曾经生长着野生石斛，这是一种在民间颇受赞誉的中药材，如同绝技表演的采药方式，让药材显得愈加珍贵。作为家族中最后一代采药人，陈留荣也曾经多次这样在山间往返，但这次上山却不是为了采药。因为我是采野生石斛的，现在种回野生去，让它自然的完全的生长，让我后一辈要的石斛采。野生石斛由于生长条件苛刻，繁殖能力低，加上大量采摘，数量越来越少，人工种植逐渐取而代之，同时也成为村民重要的谋生方式。它就是我的宝贝，说句真心话，我没有石斛了，我可能晚上睡不着觉，因为它是我第二个生命。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陈留荣固执地认为，天然的才是最好的。他觉得石斛就是应该长在山上，他要把下了山的石斛种回去。种植地选在100米高的地方，这个高度对陈留荣来说比较容易攀爬。绝壁上没有泥土，牛粪被用作了肥料和粘合剂。2个月后，陈留荣上山查看，种下的100多株石斛仅存活不到10株。陈留荣分析，是因为牛粪干枯了，经不住风吹雨打，带着小苗一起脱落。还有一种可能是高度不够，被山羊吃掉了。陈留荣把目光投向了独秀峰。独秀峰相对高度只有500米，但几乎是90度的垂直山体。父亲一辈子也只上去过1次。木鸭是白石山采药人攀爬绝壁的工具。临行前夜的安全检查非常重要。爬山用的麻绳有200米长，但是只要有1厘米的破损，就会酿成大祸。不仅改变了高度，陈留荣将肥料也做了调整。这一次他采用了夜明砂。夜明砂同时也是一味中药名，其实就是蝙蝠的粪便。夜明砂含氮量很高，是很好的有机肥。150米高的山体裂缝是上山的第1道门槛，在裂缝中攀爬，绳索不起作用，只能徒手攀爬。经过4个多小时的攀爬，陈留荣到达山顶。从现在开始，生命安全就维系在这根绳索上和木鸭上，不再有其他的保护。有的最危险那个，有一次呢，我把塞那个手都断了，那个绳子挂不好了，绳子磨破了，手也塞断了。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是我最深刻的时候，我一生中不会忘记的。跳跃式下降是陈留荣的拿手绝活。这种下降方式速度快，还可以节约体力。陈留荣这次还带来另一种粘合剂青苔。青苔可以吸收和保留水分，生根快，牢牢巩固抓住岩石后，石斛苗就不容易脱落。第1年，陈留荣石壁上种植了1万多株石斛。
今天，陈留荣要做的事情是播种。这个果呢是去年秋天结的，我们今年春天才能种，不然呢不够老了没用，浪费。果实里的种子细如花粉，这样的点一点，这样呢它才能吸到那个孢子粉、石菇孢粉。9个月后，这一个果实的种子就可以生长出5000多株小苗。野生状态下的石斛就是依靠这样细小的种子传播，种子随风飘落到非常适宜的环境，才能萌发。夜幕降临，虫子们逐渐活跃起来。啊，这里有一条。它钻进去很多人，看到没有？准备钻完了，那边也有一条。你看，这个区专门吃石斛的，你看这个区，专门吃石斛的叶子。因为担心杀虫剂会影响种子的生长，陈留荣不肯用，但是完全依靠手工，明显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一些时候，最原始的方法往往是最有用的办法。作为处在生物链第一端的昆虫，天敌几乎无处不在，只要找到一种最适合的，蛤蚧，也就是大壁虎，让陈留荣一招制敌。陈留荣已经种植了2万多株石斛，成活率不到50%，生长也很缓慢。2年多的时间，仅生长3厘米左右。对一些中国人来说，中药材除了能治病，更关乎他们的生计。距离广西桂平4000多千米的新疆乌鲁木齐，7月正是红花盛开的时节，也是很多家庭最辛苦也最期盼的时刻。谢谢。快晒。凌晨5点，北京已过了日出时分。地理位置相隔2个时区的乌鲁木齐，却仍未见到天光的迹象。大多数人还在熟睡中。喝个火炭。算了吧。50岁的王学芳习惯了早起，照例用昨天的剩饭菜张罗好了早饭。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出租屋，既是卧室，又是厨房。你昨天干了一天，不累吗？今天？累啊。腿疼得很。快点吃了赶紧走，要几点了？马上5点半了。给你的药膏带上。好。行，那你们2个快装赶紧走吧。行。来，谢谢吧，吃个饭走。他们必须在5点半之前准备停当。每天这个时候，基地的班车准时出发。我是四川利宾人，在新疆打工嘛，来了将近20年了。开春来就给人家在干农活嘛，除草呀，地里面除草、浇树枝，就干这些活。最主要的农活就是，关键还是就是揪红花。接下来这20天，将是1年中全家收入最多的时候。
在采花期，他们每天都在这里迎来第一缕阳光。经过一夜水分的滋养，此时的红花最易采摘。每天上午只有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适合采摘，于是每个人都在手头上拼着速度，默默地和阳光赛跑。好了，谢谢。扎的，妈手有点疼。来，妈妈给你抹点药膏啊，搞到哪个地方？不疼了吧？以后看到点啊，有刺的花不要扎了，听见没有啊？你刺的花开得大。来扎人了，把手扎坏了。新疆的阳光辐射强，光照时间长，加上昼夜温差大，空气湿度小，极为适合红花的生长。新疆的红花产量占到全国的80%。休息会儿，喝点水。哎呀，姐姐，这儿来，休息会儿，有点累呀。这个意思。他就去等他就。王学芳的女儿卢西西今年19岁，因为常年在新疆打工，女儿就在这里出生，现在在乌鲁木齐读大专。由于采红花赚钱相对比较多，花期又正好赶上暑假，女儿也加入了红花采摘大军。我在这儿。因为红花的最终用途是制药，所以要求所有采花的工人必须身体健康，要拿到专门机构发给的健康证。那你的呢？你好抓好。长时间的弯腰采摘很耗体力，短暂的休息时间是母女难得在一起的亲密时刻。来，再给你弄个这个草标，不好看。别人带的买的嘛，我买的。不，这个花芽的。你回来再回。太阳渐渐升高，炽烈的阳光慢慢蒸干了植物的水分，叶子和花萼变得干硬刺手，晒蔫的花朵也让采摘变得困难重重。这个时候，采花工们就知道收工的时刻到了。带着一上午的劳动成果，他们来到索大姐家。索大姐是这片红花田的种植户。索大姐的女儿今年13岁，刚读完5年级。不过，暑假帮妈妈记账算账，已经十分熟练。妈妈累了啊！在这片红花田里打工的，基本都是四川人。同乡带来同乡，亲戚拉上亲戚。远离内地的新疆，就这样形成了一个个内地老乡群。王学芳就是由他姐姐介绍过来的。今年花不好揪，绵的，吹都吹不动。那个啥，太阳一照，它稍微。它一吹就掉，那个头就掉，吹头就掉。今年这红花就绵差。天气它这个稍微一热的热风。他们是没下雨的关系，吹不会。它一热风一吹，它的花就不太好揪。稍微下点雨就稍微好一点那个。为了犒劳暑假还要打工的女儿，这顿午饭做得格外丰盛。人家些就7个人才就8个人呢，好意思说是吧？房间很小，卢西西只能坐在床上吃饭。你休息会儿，我们到5点钟就去啊。你这个吃太多的，扎人的很我吃。你看我扎烂了都。你姐姐上学的时候，陆莎上学的时候，也是全片揪红花啊。今年。陆丹娜上学，数学费多贵，学费多贵。好好上学了，那个啥，我们就给你干活打工，给你揪红花，给你上学呀。还看等你学上出来，你就带给我们买楼房住呀，对不对？
好，给你们一人买一套。那我们就等着啊。你给我们画一套。午饭后的出租屋逐渐安静下来，经过一上午的劳作，大家都精疲力尽，急需睡眠来补充体力。索大姐此时却忙碌了起来，她必须把工人们上午采摘的红花马上铺在阳光下暴晒。哎，偷看，它感觉太漂亮了，漂亮不漂亮？这个上自己就漂亮。今年红花好不好？啊？今年红花好不好？好呀。傍晚时分，新一轮的采摘开始。虽然阳光已经收起了锋芒，火热的天气也柔和了许多，但晒了一天已经发蔫的红花不是特别好摘，不容易出活。但王学芳一家一来为了赶花期，二来可以多为女儿攒点学费。天色渐晚，采摘变得更加吃力。走了啊，下班了啊，走下去啊。采摘工人的钱通常是一天一结，不擅长算账的索大姐，此时更需要女儿的帮忙。上一块你就把我的给卷跑，2.6公斤，99块钱。你给我提一点嘛，咱我把我的那个，我给你贴1块，贴100。老爸给你贴1块啊，人家给你贴140呢，给1块钱。100吗？我给你找1块。4.16公斤。4.1。254.4。你把250。我还有个4嘞，什么250？我后面还有一个4。254。早点不行吗？后面还有。你再多久一点也行嘛，250。哎呀，254。钱交工拿过来。还有4块钱呀。交工。哎呀，交给主任了。我们家的主任，王主任。一天的采摘，王学芳一家拿到了500多元钱。一个花期算下来，王学芳一家3口靠摘红花能挣到1万多元。211.5块5。晾晒是一门技术，新疆的阳光太过毒辣，如果过度暴晒，红花就会被晒碎，时间不足又容易霉变，只有掌握好火候，才能收获卖相优良、质量过关的干红花。干红花收到一定数量，药企红花种植基地的工作人员就来上门回收。让人欣慰的是，这批红花全部合格，索大姐拿到了她预想中的回报。短短20天的时间，却可以维持千百个和王学芳、索大姐一样的家庭的生计。这是一个从开始就看得见结局的过程，一段让人感觉踏实的经历。或许采花工人中的大多数，永远都不会用红花来治病，但是，他们与这位中药材的联系，却可能伴随他们半生的时光。9月中旬，中国大多数省份还处于夏末炎热当中。地处北纬42度的吉林省抚松县，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初秋的微凉。万良人参市场
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交易从深夜开始，于是被戏称为鬼市。深夜开市是因为每天都有刚从深田采摘、没有经过晒干的鲜人参参与交易，它们被称为水参，不易保存。一经采摘，必须尽快交易。饿死啊！便宜了贵啊？这两天涨价了。在众多医药和文化典籍中，都曾记述人参具有多种起死回生的神奇功效。人参成为名贵药材，便也是理所当然了。不过，所有相关说法都形成于人类可以人工种植人参之前。10年前，抚松县锦江木屋村村民邹吉友在自家不远处承包了一片林子，种上了人参。野生人参生长期漫长，在过去几百年中，在与人类挖掘的对抗中，它们逐渐败下阵来。如今，真正的野生人参已可遇不可求，人工种植方式逐渐成为满足巨大市场缺口的一条捷径。邹吉友种的人参被叫做林下参，就是由人工播种到森林中，模拟野山参的生长环境，让种子自然生长。即便是人工播种的林下参，生长期也要在10年以上才能获得市场回报。不过，凭借人参的名气，等待成熟的过程也可以赚到钱。上面的叶子的茎在这，你挖到下面没有了，慢慢剥。哎，对，哎，这个不行，这个茎真就要东西吃掉了，真就跑了。这不没有了吗？完了，看到吧？这个人参怎么跑了？就这么跑了。完了，看到后面看到了吧？你看，光有茎搁这身子，下面跑了吧？林中寻参被村里人变成了吸引外地人的旅游项目。赶紧把后绳系上，对，赶紧系上，快不让它跑了。多么神圣的！哎，这个看看下面它这个身子，这个人参嘛，看看这个身子朝哪边长，就顺哪边去挖。慢点，哎。邹吉友种的林下参已经超过了10年，最早的一批人参可以收获了。这个我就不要插手了，别给弄断了。哇！哦，抬出来了，这叫抬人参呐，这是啊，抬出来了吧？哇，太漂亮了，好喜。这个得将近17、18年吧。哦，17、18年。是的啊。你看它这个路啊，你看这多少年能长成这样子？就看这个长度。哎，对，拿着吧，小伙子。哎，回去给老年人用，给父母啥用？老人补。老年人他主要是有元气，大补元气。好了，小伙子，谢谢阿大爷，带着吧，谢谢大爷啊。有时间再来啊。哎，好。靠山吃山，不同的是，邹吉友家的菜谱上，除了蘑菇、枸杞，还有人参。巴氏人参，巴氏人参，头一次做，怎么样？菜对口不？哦，太好了，做的太好了。就是白一糖，白糖。哎呦，快刀。Sugar, yeah, you can see that. I think I will be rich. 名贵的中药材人参，在这里被以语言幽默著称的东北人变成了餐桌上的菜肴。夜幕降临，万良人参市场开始了新一轮的热闹。传统的中药材正以全然不同以往的姿态，
与人类共同拓展出新的关系。厦门人是从讨价还价声中被唤醒的。早上7点，坐落在厦门老城区的迎平农贸市场已经热闹非凡。厦门人称这里为巴士，巴士紧邻轮渡码头，隐身于古老的纵横交错的小巷里，时光似乎在这里停留下来，从未离开。在海鲜、蔬菜、水果、百货和各色小吃铺就的街面上，陈婷婷的小店挤在当中。本地人知道这是一间草药铺，而在外地人看来，它更像是一家蔬菜店。老吃吃老个，橄榄肯定是吃老的。有青橄榄，清凉解毒啊，润喉呢，伊就是功效就是这样呢。来店里的顾客大多是附近的老厦门人。中国南方很多气候潮热的省份都有制作简单药膳的习惯，10几元钱买一些常见的草药，用于煮凉茶、煎煮药剂，预防或治疗一些小病症。我跟你说，这是酒店在用的。好，你们经纪人啦、石橄榄、服务员啦、鸡骨草这些，你可以拿给。某些时候也会遇上酒店采购，对于陈婷婷来说，算得上是大买卖了。陈婷婷有一份食谱，上面写满了草药与各类食材搭配产生的相应疗效。有人来买草药，她就会送上一份。陈婷婷掌管这个小店已经18年了。几年前，她考取了药剂师资格证，简单的小生意多了份专业保证。附近的居民、老顾客都知道，这家祖孙3代经营的小药铺全年无休。有时候人家生病了，大老远来一趟，你总不能说你关了门，人家找不到你了。在巴士经营中药材的店铺不止陈婷婷这一家，有些规模很大，但互不影响。大家在一条老街巷中相安无事。我婆婆的妈妈以前做的，后来就是变成我婆婆接手了。后来就是我嫁给我老公，就我接手掉了。60、70年是肯定有了，解放前就有了。日子久了，很多事就成了习惯。很多老顾客习惯了到陈婷婷的店里买药，陈婷婷也习惯了从固定的药农那里进货。老王到巴士送药已有几10年，穿过错综复杂的小巷，对于老王来说是轻车熟路。在陈婷婷的药铺，除了例行的验货外，他还会帮着陈婷婷把新采的草药摆上货架，而陈婷婷则用自己煮的凉茶招待老王。万丈红尘3杯酒，千秋大业1壶茶。在几杯茶过后，药材质量、市场需求便一清二楚了。年头久了，几代店主与几代药农合作下来，既是主顾，也成为了朋友。药农老王啊，那个久了，从我婆婆的妈妈她就来了。那时候她是像小伙子一样，还不算小伙子哦，最多10来岁吧左右，跟他老爸来的。到现在你自己算一下，几10年了。他也是经历了我们3代人的。巴士的小药铺是由陈婷婷婆婆的母亲开张营业的，至今已有100年历史。婆婆今年已经74岁，退休回家颐养天年。陈婷婷勤快能干，让婆婆很满意。她觉得儿媳至少可以做到她这个年纪，但是这个城市变化的步伐总是比他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节奏要快得多。我爸无甲伊讲，边头计卡了了，要起个潮市的体，然后
頂樓是一個公寓樓喎。全叫付款的呀，你OK，都可以退掉。像招人补贴，你要现在招这个系统签约的银行的。巴士的传统与原始的生活调和，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道风景。但是，老房子年久失修，面临倒塌，也是无法逃避的现实。房子即将改造，无处落脚是陈婷婷面临的最大难题。有时候老房子，人家有时候说要拆也就拆了，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很多顾客都跟我说：“你要做，你要做，你要继续做下去哦。”哦，我就说我能坚持我就坚持吧。中药材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无处不在，只是很多时候，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易察觉地存在于最平凡的生活。云南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多样，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也是中药材的天然标本市。早晨9点，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的秦家礼教授和他学生组成的小考察队，今天已经走了近7公里的山路。现在在这个地方锁水沟的位置上，那这个地图上就可以显示出来了。我们现在直接在整个锁水沟一个点上，经度是100度，15分19.7秒。他们此行的目的，为的是摸清中药资源的家底。坡位它算是下坡。每采集一种中药资源的标本，要编一个号，同时拍摄中药资源的照片，记录其所在的地理位置。4621。坡向是南坡，然后这个是有果的，到时候你在记录上就记一下。2011年，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正式开始。外野调查前，需要基于县城的植被情况，划分重点调查区域。哦，香兰科啊。采集药材样品和药用植物标本，是普查队外业另外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这也是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全面掌握各地中药资源种类分布等家底的基础性工作。按照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技术规范，关于蜡叶标本采集的相关要求，获取带有花、果等具有坚定特征的植物个体，是普查队员每天野外的核心工作，也是后续内叶整理、准确鉴定物种、确定县域内中药资源种类数量的依据。标本呢，要看它的背面，要看它的正面。名称、标本、照片与采集号对应，通过室内鉴定确定每种药材的学名，通过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统汇总出县域中药资源名录。还是全草、花、果等等这个东西根据。此时，中医科学院的年轻院士黄露琪正在现场督导工作。作为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黄露琪已经走过了300多个县。而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发展道地药材，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材。这个药材在哪个地方质量是最好的？只有通过普查，我们才能找到这个最好的这个点，才能在这个点上来发展的话，药材也就是发展道地药材。那你对这次普查的话，你还有一些什么建议？如果按照这样的进度，一个是这样做下来，可能会时间很长。吃药的有几个？现在认识药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炮制很多乡医和村医乡他都不懂药，不懂草药，到山上他基本上两眼一摸黑，这是很大的问题。尽管如此，由当地中医药工作和省内高校专家组成的普查队，还是采集了很多标本。在野外出勤270多天当中，拍摄了25000多张药用动植物照片。为此，他们平均每天要走
10多公里山路。由他们获得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成为最可信赖的数据资源，可为相关决策工作提供参考。更多了。过去稻地药材，我们当地的像这个龙胆草啊，它一年产几十吨货吧，现在收2-3吨都收不到了。稻地药材茯苓也是我们的稻地药材。现在，分布全国各地的中药资源普查队，已经向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统上传了200多条中药资源种类、分布等信息，并汇交20多万份标本实物，为中药产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数据信息和实物资料。通过这次资源普查，我们可以找到野生的中药资源，就像找到野生稻一样，能够的话帮助现在长期栽培的药用植物来恢复的话原有的一些特性和特征。实际上，发展大地药材，它的目的实际上是保证的话中药的用药的质量，就是发展了中药的它的规律和它的本质的东西。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科技的进步，中国人和中药材日益多元。但无论如何，从自然中寻求力量，探索生命间的平衡关系，始终是人和本草永恒的故事。